大家眼前的这个小岛看起来不是非常大，但是它的名气却很大。这个小岛名叫珍宝岛，它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中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对苏联的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苏联入侵该岛，而后中方开始自卫反击。此后，这里发生了多次边境冲突。就是因为这些冲突，苏联多次扬言要入侵中国。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是通过这场战争知道了珍宝岛的名字。这个小岛就在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江乌苏里江上，因为形似一个金元宝，故而称为珍宝岛。小岛不大，只有 0.74 平方公里，但是曾经这里却是全中国的目光汇聚之地。如今硝烟散去，这个小岛是如此的宁静美丽。冬日时，这里甚至都没有几个游客。岛上的哨所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离开了虎头镇，沿着乌苏里江，我们行驶70公里，来到了珍宝岛。冬日时，东北的游客实在很少，边境公路上就我们一辆车。在这个白色的世界中，公路已经不知道被多厚的积雪淹没。我们只能慢慢行驶，还好安全抵达了珍宝岛。这林子里还有这么多人住啊，还有这么多房子。我们现在距离珍宝岛只有最后的2公里了，车开到这个位置，我们又可以看到乌苏里江了，穿过树林儿，那条结冰的冰河。珍宝岛景区和珍宝岛博物馆朝右走。到了。哇，这边冬天应该就没有人来吧？这雪特别厚，我们的轮胎这会儿吃雪深度非常大。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先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我身后的白白的那一片雪地，那个并非是陆地，它是水面。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乌苏里江。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乌苏里江里面的一个岛边，叫珍宝岛。珍宝岛是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的珍宝岛乡境内的，它是位于我身后的这一条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我们中方这一侧的。它的面积倒不是很大哈，大家从这个角度就是可以顺着我的手去看一看。那后面那边有林子的那边就是岛了。那这个岛呢，它是呈现一个金元宝的形状，所以叫珍宝岛。这个岛的面积是比较小的哈，只有 0.74 平方公里。它因为在河中间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一个形状。大概是南北比较长，东西窄一点。南北有个2公里左右，东西的宽度大概只有500米。那大家都知道哈，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心线是中俄双方的边境，是国界线。那现在这个珍宝岛呢，它其实是位于乌苏里江中心线靠我们这一边的。那我们现在离这个岛的这个岸边大概有100米，而对岸的俄罗斯，他们的河岸啊，这个江堤距离岛边是大概300米。珍宝岛啊，历来都是我们中国的固有领土。在很早之前呢，这个珍宝岛上面就有中国的居民在上面从事打鱼等一系列的生产活动。那我们中国的边防军人也是在上面常年在巡逻的。那熟悉历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珍宝岛事件，或者叫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吧。那刚刚我们说过哈，珍宝岛历来都是我们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交恶，那苏联就不断的对我们国家，就包括珍宝岛在内的边境地区持续的侵扰。在67年到69年之间哈，苏联军队是前前后后有16次都入侵了我们的珍宝岛，对岛上居民的正常的捕鱼、生产生活和正常的通行都造成了困扰。那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这场战斗，应该说确切的时间是爆发在1969年的3月2号。那个时候呢，苏联是用4辆军车拉着他们70多名武装人员入侵了我们的珍宝岛。在此之后呢，
在珍宝岛这里啊，双方来来回回的大大小小的战斗有几十场之多。而且呢，当时双方都动用了自己的重火力，其中呢，尤其是苏联军队，他们甚至动用了他们在那会儿最先进的一个坦克，叫 T-62式坦克。那当时的战斗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其中啊，珍宝岛在一天之内甚至有8次易手，就是两边互相的争斗。那经过了我们中国边防军人的浴血奋战，当然我们也是牺牲掉了很多的战士之后啊，这个珍宝岛终于成功的保卫下来了。我们当时成功的把苏联的军队从我们的岛上给赶了出去，而且呢也截获了他们的一辆 T-62式坦克。当时那个坦克由于被我们这边的炮火击中之后，就滞留在江面上了。但因为那个坦克非常的先进，那会儿呢，苏联军队是不想让我们去获取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江面用爆破的手段给击开了一个大口子，把坦克整个沉入了乌苏里江的江底。但是后来呢，我方的军队把坦克整个打捞起来了。那现在的那辆坦克是收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中的，而这个坦克也是为了我们国家后面的自发的自主去研究坦克的一个蓝本了，就以它作为一个基础去研究的。那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虽然持续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呢，这场战役之后，中苏双方就珍宝岛领土的归属问题也是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以及双方军事也有对峙。那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啊，苏联在我们的边境，像中苏还有中蒙边境上是陈兵100万，达到了114万兵力之多，甚至当时的苏联还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就那会儿，根据军事专家的说法，就说当时这个战争是一触即发，甚至可能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局势是相当的紧张。但是呢，珍宝岛保卫战打赢之后，也是为我们国家争取到了很多的国际威望，也让苏联意识到，想不费吹灰之力打赢中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江边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的是百年守节，一岛独胜，也是就是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中国从晚清政府开始对沙俄的这个战争中，我们几乎就没有胜利过。所以这边写了百年守节，一岛独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结束之后啊，当时的中苏双方也是进行了长时间的和平谈判，以及这个江两岸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对峙，一直到大概1991年的时候，中俄双方才通过协议确定下来，这个珍宝岛啊，俄方承认珍宝岛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至此呢，这个领土的争端算是基本上结束了。现在给大家可以远观去看一看这个珍宝岛的全貌，因为呢，珍宝岛就是我身后这个岛屿啊，它整个都是属于军事管理区，我们普通的游客只能在岸边去看。因为现在还是冬季嘛，夏季的时候呢，游客是可以坐着船去环我们这边这半圈这个岛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江面全部都结冰了，就给大家这样子大概扫着看一看哈。这个方向是珍宝岛的下游方向，往福源的方向走的。那这一侧呢，就是珍宝岛的上游方向，那边就是我们过来的虎头镇，还有东方红镇，都是在那一侧的。刚刚我们有说过哈，珍宝岛的面积不算太大嘛，0.74平方公里。现在呢，我手这个方向是南北方向，它南北的长度是达到了2公里，但是东西就比较窄了，只有几百米。从我这个位置去看珍宝岛是非常的近啊。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有一条这个路啊，这个是在乌苏里江上面开出来的，但这个路不是给游客用的，是边防军人他们正常出入的。还有就是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对面的我们的岛上有飘扬着的5星红旗，那国旗的下面一共是有5代的这个边防哨所，其中呢最高的那个就是我们最新修建的，上面是可以观察瞭望的一个塔楼。它虽然看上去是有3层的建筑，就最新那个黄色的房子是有3层的，但是呢它的
最下面的1层是不住人的，只是一些柱子支撑起了2、3楼的结构，它是空的。这是因为啊，这个乌苏里江江水每年有那个涨水期嘛，等到涨水的时候啊，1层那个位置基本上就会被淹没掉，所以1层不设置人居住，也不设置办公室，这些就是一个空的柱子。我之前看有游客拍的视频啊，他们夏季来到这个江的这一边，那个水啊已经漫过了台阶的最高点了，已经到我脚下这里了。等到涨水的时候，这边基本上就是除了我们现在站的和石碑那块儿，下面全都是被淹没掉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珍宝岛景区的最中心的位置站着。这个珍宝岛景区真的不大，就在珍宝岛的对面，在我国的这块陆地上修建了一个景区，有一个碑，这个碑上就写的是中国虎林的珍宝岛。而这边呢还有一个游客服务中心，就平时夏季的时候是很多游客在这边可以乘船去游览珍宝岛的。对面就是珍宝岛。具体的看的话就这么多，很多游客就来这边打卡拍照，去大概看一下、浏览一下整个珍宝岛的概况，算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吧。然后那边还有个纪念碑是吧？啊，那个是珍宝岛通电纪念碑。你看上面写了珍宝岛通电纪念碑，它是珍宝岛全体官兵给立的，时间是在2000年的6月份，就那个时候啊，珍宝岛上面才整体的通电，再早之前就是发电机了。现在你看我们的电网已经可以过去了。其实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啊，和对面的珍宝岛之间也就是最多100米。对面就是珍宝岛的上所了，然后前面还可以下去一点点，大家下去看一看吧。到那个红牌那儿，那个位置就不能参观的了。我们下面到江岸边看一下，眼前白茫茫的就是乌苏里江，但现在下雪嘛，根本就分不清陆地和冰上的那种区分了。这边就是禁止登岛，大家不能登岛了，只能到这儿。这是有一个拦起来的位置的，这是我们能到的最远的位置了，距离珍宝岛。整个这边都是乌苏里江，很宽的一条江。珍宝岛就在江的最中央，我们就过去了。对面就是我们的哨所，5星红旗在飘扬。今天的气温是在零下25度左右，而且我们现在在江边嘛，对，整个江里都是冰，我们脚下都是雪，这踩着这边感觉体感比正常的可能还要再低个5、6度呢。对，我手戴着手套，然后举着我们的机器，手都已经冻僵了。我没有戴手套，我现在手已经就是在发麻了。对，我的手就戴手套，举着机器已经冻僵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长期在这里站岗巡逻的边防军人是多么的辛苦。我们就来这儿游玩的游客而已，也就1个小时我们就离开这儿了。但他们是长年累月，况且现在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最冷的时候了呀。是，真的不容易的。我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啊，对面的边防军人，他们刚刚就在中间的这个通道上进行一些路面、雪面的维护，离我们非常近。是的。实在太冷了，我和狒狒本来还想再给大家拍点镜头呢，冻得我俩实在是承受不住了，上车先缓一缓，空调开，赶紧暖一暖。我看你的手，哇，我的手现在就是谁在上面拿火烧上几秒，它都没有反应的，对，已经麻木了，就是。冻僵了，我戴着手套都不行，狒狒都没戴手套。我戴手套举着设备，我感觉手已经冻残废了，特别冷。就大家来东北旅游的话，有时间还是可以来这儿看一看的啊。毕竟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边防军人曾经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保卫下来的一块领土。是的。告别了珍宝岛，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中国最东边的城市抚远。途中路过了饶河，饶河也是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的一个城市。我们前去探访了饶河口岸，然后抓紧时间赶路。但是东北的落日实在太早，在中国最东边的区域，下午4点多，夕阳就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之下。天黑透后，我们终于安全抵达了中国最东边的城市抚远。欢迎您再来，应该是虎林。
我们现在出了虎林，进入饶河了。乾坤锦绣。前面有大哥在铲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双鸭山市饶河县，虎林还是属于鸡西的，等于我们从鸡西又到了双鸭山市，一个新的地级市。我们到饶河了，饶河腾龙，过了这个牌儿，基本上就接近饶河的县城了。现在离县城应该还有个3公里左右。饶河也是个边境县。对，而且饶河的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的边上，超级近，跟虎头和江的距离一样，就好多居民下楼就是这个边境界河了。挺有意思。饶河县，饶河县还可以啊，挺热闹的，两边停满了车，路上车也不少。在下的红绿灯路口右转。不过这个县城的规模好像不是很大，我看地图就一片小的区域。左边是这个中俄商贸中心，饶河也是有自己口岸的，饶河口岸。它这个建筑就挺多元的，既有中式这种楼点儿，也有俄式的。我和贝贝沿着中国和俄罗斯漫长的边境线在行走，驾驶终于又到达了一个口岸。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口岸。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饶河口岸，也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一类口岸。这个口岸比较早了啊，是在1989年的时候就被国家批准为一类口岸，到1993年正式的投入使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离江边也很近，大概就在这个建筑后面几百米，就是中俄之间的界河乌苏里江。饶河口岸的对面就是俄罗斯的比金口岸。俄罗斯的比金口岸呢，也是俄罗斯在整个远东地区规模最大，里面设施最现代化，也是整个的过客量最大的一个。这个饶河口岸呢，它目前应该这个人员还是没有开，但是有货运。如果人员开的话，在以前啊，疫情前呢，这边这个一类口岸每天的过客量是在400人左右的，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中俄之间口岸了。对，还不少呢。这边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啊。对，看这口岸大门建设也挺好的。现在就停了几辆车，那边是机动车道，意思就是车也是可以从那儿过的。对，就是说你人要去那边办好签证，你的车也办好的单政策的话，车也可以开过去的。饶河全是鱼馆呀，跃龙门鱼馆，各种各样的烤大串儿。饶河里面这个俄语相当多呀。他们刚才公共厕所也都写的是俄语，双语。这离俄罗斯也是超级近，中国跟俄罗斯之间这个边境线真长啊，一共是4000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在东北黑龙江这里。俄罗斯海参专卖，哪有？这是海参崴的吗？俄罗斯海参专卖。我们现在又从饶河口岸来到了饶河县城里，因为我们是一路沿着乌苏里江往北边走的，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县城离这个江边这么近。这个饶河县啊，就跟虎头镇一样，就在江边坐落着。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就是饶河县的一个沿江的滨江公园了，超级近。我现在就站在乌苏里江的江边，江的对岸那里就是俄罗斯了。我们从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他们那边绿色的那个哨所，就在江对岸伫立着。那以前呢，乌苏里江也是我们中国的内江，但是自从1860年啊，中俄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乌苏里江就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之间的界江了。那乌苏里江的发源地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天去过的新凯湖，但是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啊，乌苏里江应该是有2个源头的，它的东源是从俄罗斯那边流过来的乌拉河，那西源就是从新凯湖流出的那个松阿察。这2个河汇到一起之后，从虎头镇那个位置，从那儿基本上就叫这个乌苏里江了。所以我们从虎头镇那玩的时候啊，虎头镇那边江边有很多的石碑，上面写的是乌苏里江的起点。那乌苏里江是在我们中国流经了，首先是密山，
然后是虎林，再就是饶河县，最后到抚远市那里是汇入了黑龙江，全长900公里，整个都是作为中俄双方的界河存在的。那现在我们来到了饶河这边的乌苏里江边哈，它这边江里头也是弄了这种冰雪乐园，你看里面有小孩在玩那个雪地摩托，还有雪圈儿。我发现这边的江面啊，可能是因为到了中游了哈，比那个像珍宝岛那边的乌苏里江要宽好多，是吧，涛哥？宽很多。你看这边这个江，感觉都有个将近1公里了哈，是大几百米了。它上游那个方向才几百米，这边感觉就有700-800，将近1公里了，超长。我看这边到处都写了饶河是乌苏里船歌的诞生地。包括那边有一个小岛，就跟珍宝岛一样，也是在乌苏里江里面一个细长的一个地带，上面也写了饶河是乌苏里船歌的诞生地。哦，乌苏里船歌大家应该都会唱吧？我不会唱，唱给我听听。乌苏里江来长又长，但是呢，乌苏里江里面有一句歌词唱的大顶山就在饶河县境内。旁边的一个山顶，其实可以俯瞰到很多的美景，但是也是夏天好啊，现在冬天到处都太冷了。是的，在黑龙江的每一个城市啊，不管大城小城市，都有好多的冰雕。我们在它这个沿河公园上也看到了好多的冰雕。这是冰做的？刚才过来这几个冰雕啊，我就这个没看懂什么意思。哪个呀？这个我看不懂。这是羊啊，这是羊啊，对，看着像羊。这是个羊。那说明他们这边产羊。你看对面那个。对面那个你能看出来什么吗？走过去看看去。是大马哈鱼吗？不是，你进去看一看。我看看，这个是蜜蜂啊。对啊。蜜蜂，因为东北这边产那个黑蜂蜜，就是我们现在在西安每次买的蜂蜜原产地都是东北这边的。说黑蜂蜜特别好吃。我还以为这是个鱼呢，因为大家知道吗？这个乌苏里江啊，盛产就是那个大马哈鱼，然后它沿江的这些城市呀，还有镇里面都有很多的鱼馆。哎，大马哈鱼就这个，被你说对了，就是这个，是吧？来看看吧。我一看就是冷水鱼，但是不认识什么鱼，原来是大马哈鱼啊。对，就是这个大马哈鱼。大马哈鱼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食肉的鱼类，但它的肉人吃起来也是比较鲜美的。等我们到抚远的时候，基本上就，沿着乌苏里江也走到头了。乌苏里江也该汇入黑龙江了。其实还挺神奇的，我们从它的源头一路走过来的，从新凯湖一直沿着乌苏里江，一路从南向北，最终到达它的入江口。落日了，现在才4点21分，太阳已经马上入地平线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三江平原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太阳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地势起伏的阻挡，我们能直接一眼望到地平线。哇，太阳只剩下半个了，瞬间剩半个了。现在在去抚远的路上，一路上都经过了好几个农场了，这是第4个了吧？叫前锋农场，上一个好像叫胜利农场。我们这个玻璃感觉有点雾还是什么的，脏脏的。它这个农场啊，就特别像新疆的建设兵团，这边的人呢也是以这个种地为生的啊。每个农场的旁边都有那种大型的农垦公司，然后院子里停满了大型的农业机械，这建的还是很好的。对，我们来的时候一直以为是镇或者很大的乡，不知道是什么行政单位啊。就是农场，旁边全是好吃的，烤肉，还有铁锅炖、火锅。这块的车牌号全是黑 R 字母 R， 我本来以为 R 是某一个市的代表啊，后来查了一下，黑 R 这个 R 是所有的农垦系统啊都用这个车牌号，黑 R。前面这个跟我们一样，也是黑 A。那农场建的像一个县城一样哈。现在是晚上的18点45分，感觉已经10点了。
我们在夜路上开了2小时，终于到达抚远了。东方第一县，抚远。其实它是个市哈，对，它是个县级市，它现在叫抚远市。刚才有个岔路口，有2条道，我们走的是左侧的是去抚远市区的，右侧的那条是去黑瞎子岛的。从这儿到黑瞎岛还有个30-40公里。我们俩是刚刚进入抚远的市区啊。对。也不知道抚远大不大。现在中国这些县啊、市啊的这个夜间亮化做得很好。我们俩今天一天没有吃饭了，早上吃了2桶方便面，到现在也没吃饭。我们现在准备先去餐厅，先吃个啥？看，哪怕在中国最东边的县城啊，它整个城市建的也挺漂亮。现在还不到晚上的7点，但是抚远市好多店铺都关门了。我们现在在找地方吃饭，因为这边已经天黑2个多小时。对。这边早上5点多天亮，下午4点天黑，所以当地人都是天黑前后就吃饭了。像我们这个点7点到就有点晚了。